Hello， 这里小眼 ZO。我们之前完成了风铃，那么风铃呢和薯片都是类似钢体动力学，也就是说这些物体啊它是很硬的。然后呢，我们这里来谈谈柔体。柔体顾名思义呢就是很柔软的物体啦。我们看到气球啊，还有这种游泳圈，当然还有枕头这样子的。那么我们这里也顺便打个广告，我这里预告一下，我们接下来会推出的专门的动力学专项培训课程，是哲明老师来作为指导老师，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些案例。那么这些东西呢，那都是柔体的应用，可以做出非常非常有趣的东西出来。好，那我们这节课呢，我们首先给大家进入一下柔体，我们看一下柔体该怎么设置才会达到柔体的状态。好，还是来到我们老伙计 CCD。我们首先呢，我们新建一个平面，平面是用线模式看一下，把平面变大一点。接下来呢，我们现在做一下一个瑜伽球。大家如果健身啊，可能知道那种瑜伽球它是比较软的。好，我们这里新建一个球，把球放上面。接下来，如果我们直接设置我们的钢体动力学，那就是我们的球右击找到 simulation text， 然后 rigid body 就是钢体。然后我们这里是产生碰撞的一个地面，我们右击找到 simulation text， 然后 collide body， 然后我们播放起来，它就很硬，哎呀，这个好硬啊。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球的这个标签给删掉，我们再新建右击找到 simulation text， 里面有个 soft body，soft 就是软的软体，你可以把也叫做柔体，点一下，那么它就会，哎呀，是不是就那味儿了？其实刚才我们新建的这个钢体啊，也可以转换成柔体。点一下钢体，它钢体里面有一个选项叫 soft body， 也是柔体。它这个柔体的标签是关的 off， 你把 off 开成 made of polygons and lines， 就说我们这个柔体呢，它是由线和面构成的。你点一下，当你点了以后，这个图标就变成柔体的图标了，然后你这里呢也就变成柔体了。所以就是说你右击啊，你新建钢体可以改成柔体，新建柔体就直接就是柔体，这只是一个快捷操作而已。因为钢体这一个标签，它既包括了柔体，也包括了碰撞体，所以它这一个标签其实能涵盖3个标签的内容。不过 CD 为了大家方便呢，其实就是把这3个都分开了，你这分开加就好了那就是这一个。我们柔体加上去以后呢，我们注意一些柔体的一些数值，点一下这个柔体。找到 soft body，soft body 也有这么多的数值。这里出现一个这个词 springs， 我们在那个风铃的时候知道 spring 是那个弹簧的意思。那么这个里面的所有东西呢，那它就是跟弹力相关的了。有这么多设置。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叫压力 pressure， 当你压力的数值它调得越高啊，那它就会越像充气的感觉。比如说我调成10播放，它就会给你充个气，实在太少了，估计改猛一点。改成50，压力越高，它就越像充气。你看它会瞬间给你充一个气。改成500，那充的气又充得更猛，会不会爆炸也不晓得了。哇，你看，好，我们还是把它归0。那么在这个里面有个叫 structure 值越高，那么它就会越把你的物体的原来的形状所保留。如果你 structure 越低，比如说只有5，那么它就会软，就是它变得会特别软。就说周围的这些结构就会特别的松散所以这个值越高，你周围结构就越硬越小周围结构就越软被改成1，那就更加软了你看就这都软成这样了当然这里面还有更多的值，我们会在后面的课程进行说明，所以大家在这节课不要一下子全部吃了，就调整一下这几个值玩一下就好刚才这系列操作呢，是让大家了解一下柔体是怎么用的。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案例，让大家快速的了解一下咱们动力学系统是如何操作的。首先呢，我们来做一个平面一样的做一个地板。我们这个案例呢，做一个我们的通心粉，好吧？都是做吃的是吧？吃如此执着。做了一个地面以后，我们再做一个盘子。盘子的话，新建一个球，把球的模式呢从标准改成半球 hemisphere， 变成半球了。我们把它旋转一下。好，做成一个碗，把这个碗可以搞小一点。然后这2个都是我们的碰撞体，那我们都右击找到 simulation tag， 找到 collide body 碰撞体，它们都不会动，是吧？右击 simulation tag collide body。然后呢，我们再做我们的通心粉，通心粉就比较简单了，你就可以直接用扫描，扫描出来。
它扫描的样子就像一个通信粉，绿色的通信粉哦。当然你可以用我们的这个默认的线条，比如说我们直接用一个弧形，然后可以把弧形呢缩短一点，然后可以把弧形给 C 掉。为什么 C 掉呢？因为这个弧形的中心坐标轴它的位置不对，它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把中心位轴呢移到这个上面去，把它 C 掉。然后我们选择坐标轴位移工具，按照键盘上的中键，在这里按中键，把它移到我们的起码移到这个线中间吧，起码得。再按中键返回，再按中键到这里来。然后呢，我们就用扫描工具找到按住不动，找到 Sweep， 按住键盘上的 Alt 键作为母级，然后我们多边形 Inside 按键盘上 Shift 键作为子集这都变成口诀了。然后把多边形呢搞小一点，搞小。好，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坐标轴移动工具给撤销掉。我们点击我们的扫描，我把扫描的这个杯子 Caps 的前杯子、后杯子杯盖都不要，做成一个空心的。然后我们选择我们的线条，点缩放工具把它缩小一点。然后我们再点 Inside， 再放小一点。通信粉大小你可以自定义，这样子自己缩一下，大小差不多了。然后把上面的线给解决一下，因为我们的柔体它上面的线要有比较好的规则，这样的话它才好进行模拟。现在线过密，然后模拟起来会很卡，我们把线搞疏一点。现在我们选择线条，可以看到它的线条的模式呢是 Uniform， 你可以改成 Uniform， 它默认如果不是 Uniform 的话，你就改成 Uniform。你把它的细分可以改少一点，改成0，好，全都是这个四边面，差不多这个样子就好。然后呢 ，Inside 它是 Adaptive， 你也可以改成 Uniform。Uniform 你可以把数值也改为0，就是一个非常简的模型。然后再把我们的通信粉移到这里来，通信粉缩小一点。好了，我们把通信粉做好一个，我们把通信粉放到上面，我们右击新建一个柔体标签，我们直接往下落看一下，啥情况？这怎么没有到碗里面去？怎么它到碗这个边界就弹出来了？那么这里还是要给大家回顾一下之前所说的那个碰撞体的问题。我们现在这个碗呢，它的碰撞体，点下这个碗这个命个名吧，碗的这个动力学标签，我们找到它的 collision 碰撞，它碰撞形状叫 automatic 是自动识别，但是我们这个碗呢它是空心的，所以我们想用这个东西落到这个碗里面。我们这里按住 Ctrl 加 D， 找到 CD 整体的设置，它里面有一个 Dynamics 动力学的设置。动力学设置呢，它有个叫 Visualization 可视化，你把可视化打上勾。好，我们再点我们的动力学，我们再模拟一下。那么动力学呢，可以看到它就以这种方框来告诉你，我们这个动力学的碰撞本质上是以方框的方式来碰撞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东西是一个方框碰撞了我们的碗，也是个方框，所以方框呢就肯定就不会弹到里面去因为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两个矩形碰撞而已，所以它不是挖空的。我们就需要把碗的这一个形状从方框，它默认估计是用的 box 是方框的模式，把它改成 moving mesh。moving mesh 就是说你的这个模型它是镂空的，我的东西可以落到你的模型的里面，改成 moving mesh。再试一下，可以看到绿色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可以碰撞的地方，它就可以落到里面去了，可以落到里面了。然后呢，这里还有一系列的不同的模式，它分别用于不同的咱们的情况。那么这里呢，我就不详解了。我们后续呢有相关的动力学的课程，大家可以直接去学那个动力学的课程，以便了解的更加仔细。好的，我们这里实现了我们的它落到碗里。接着我们还是按照 Ctrl 加 D， 把这个 Visualization Dynamic 里面的把它勾去掉，不要看这些东西就看到这些就好了。我们再播一下看一下，小样来。觉得蛮可爱的。那么我们现在又要使用 CD 的终极武器了，克隆，搞一大堆，然后往下面落，太简单了，直接点下克隆，把我们的通信粉丢到这里面然后呢，我们可以把克隆放上面来一点，搞窄一点，再搞窄一点，搞多点，等，搞窄一点。来，通讯粉大军播放。哇，好，
哇，这什么情况？好，大家看到了吧？这就是你克隆一大堆，结果遇到这个问题。那么，其实这个问题呢是在于动力学计算的不符的问题。比如说，我把这个碗先撤销掉，然后呢，我把我们的通气粉大军呢先隐藏。我们这里呢，我们给大家新建，这大家不要跟着我做，大家演示一下就好。我新建一个圆圈，我把这个圆圈呢，把它做成咱们的通气粉，把它扫描出来。假设我给这个圆圈一个柔体，把它播放一下。大家看到一个错误了没有？哎，这个柔体为什么会穿梭到下面去了？按理来说，它应该会是，哎，应该是在这个平面之上。这就是考虑到动力学的计算不符的问题。什么叫计算不符呢？我们按 Ctrl 加 D 找到动力学，它有个叫 Expert 专业设置。专业设置有个叫不符，是每帧计算5次啊。如果把每帧计算的次数调得越高，那么它运算就越准确。比如说调成15，看一下，就没有穿插了，它就会完全计算到是咱们在地面上。但你不符改成1，就是几乎没有，就是不符极低的情况下，那它就会直接穿插下去。我感觉，你看，因为它速度很快，其实碰撞的时候它没有反应出来，所以你不符越大，它计算就越准。那我们这里把它改高一点，15，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线给删掉，还是回到我们之前的克隆。这里可以播放再试一下。哎，就没有那个错误了，对不对？没刚才那个错误了。所以说这个不符啊，对于 CD 模拟动力学是非常重要的。Ctrl 加 D 找到 Dynamics 专业 Expert， 它里面还有其他设置，不符是最重要的。不符越高的话，那么它就算得越准。也就是说，它每帧所算的次数也越多。当然还有其他值，比如说碰撞的边界，它现在默认有个1厘米的边界，你碰撞边界越小的话，那么它碰撞的就会越精细。那么这些数值我们在后续专门的动力学课我们再讲，这里我们大家可以不需要了解。这设置好了，我们再把我们的碗给打开，我们再看一下。哎，这么的通心粉，哎，就做好了。哎，当然你可以撒点葱，那撒葱的话也是同样的原理。那葱可能也是柔体吧，哎，可能再克隆一些比较小的这种通心粉，把它缩小就变成葱了。我可以再克隆一份葱在上面。我们比如说再 Ctrl 拖出来一份，把这个变成葱，我们把里面的东西就缩小一点就好了。哎，缩小一点，把它其实就是葱段嘛。把这个葱呢集中的放一下，我最喜欢吃葱了，多搞点。老板多加点葱。来，放多点。估计会有点卡，因为它这里葱还蛮多的，我没试过，第一次尝试加葱。好，我们加个葱看一下啊，来，哇，特别卡。如果你发现模拟很卡呀，你就可以点你的动力学，然后点 Bake All， 把所有的全部都 bake 掉。刚才花了3分钟把这个 bake 全部都烘焙好了，播放看一下。哦，哎，有意思，这个葱还蛮硬的，就是好玩一下。其实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模拟的软体的东西过多啊，那这电脑就会越慢。所以你要看效果呢，只能去在这个烘焙这里把所有东西全部烘焙，把它等到烘焙完再播放一下就可以了。好，我们的加了葱的意大利通心粉就完成了。虽然可能意大利通心粉不会加葱吧，那么这个部分呢，我就不进行渲染了，大家的话可以自行发挥啊。好，那么回顾一下这一课的重点，我们首先知道柔体的简单应用，该怎么添加柔体。当然，你可以直接右击找到柔体的标签，也可以使用钢体把它改成柔体。然后我们还知道不同的碰撞体的类型啊，在碰撞体里面找到形状，它有很多种，默认是自动。我们这里呢，如果你要撞击到物体内部的话，就需要把这个模式改成 Moving Mesh。
我们还是要了解到动力学计算步幅，你可以按住 Ctrl+D 打开项目设置，找到动力学里的专家设置，里面有个 Steps per frame 步幅，默认是5，当步幅越高，那么它的计算精准度也就会越高。所以你发现你的物体做动力学的时候出现一些错误或者穿插，那么你就尝试把步幅调大一点。Hello， 这里是校园自由。那么这节课上我们来做一个这个鸡蛋工厂的案例，但是呢，不是大家从零做起，我们这里已经提供了工程文件，大家从工程文件上进行增加就好了。那么这次课程呢，我们有点特殊，我们模拟的是一个协作方式。在一个公司呢和一个集体，不会是一个人去做项目的，所以你必须要学和他人合作，去分析他人的工程。所以故事就开始了。您从同事小王那里获得了一个这样的工程文件，那么他呢已经把你的这个动画都已经做好了，场景也搭好了那么他动画也比较简单，也就是一个盘子，然后从左移到右边，是吧？还有这个鸡蛋这样子滚到这个工厂这里面，准备变成荷包蛋。好的，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简单的工程文件。那么它需要您做的就是做一个鸡蛋变成荷包蛋落到这个盘子上的一个动画，最终呢帮它渲染一下，做成成品就可以了。好的，当你获得了任何一个工程文件呢，建议这么命名：你点文件，然后另存为，还是呢找到我们的基础课工程文件夹，我们新建一个。好，叫早餐工厂，我们双击进去。那么呢，我们这个工程呢不是叫课程起步文件吗？你可以这么命名。一般来说，你获得其他人工程文件，你可以直接在这个工程文件后面加个斜杠，然后加上你自己的昵称，比如说我。招友是吧？或者说小明，你就加一杠小明，然后再画一杠01，这样的话这就知道你拿了别人的工程文件，然后是第一个版本，我们点保存。好的，当你获得任何人的工程文件以后，我们首先检查一下他的工程文件的这些命名排布。那么在一般的商业案例里面呢，正常的流程是上面的人给你工程文件以后，他会很好的把你的这些东西全部命好名，然后也把这个组也打好了，就方便你进行下一步操作。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王同学给我们的这些工程文件，可以看到他很清楚的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命好名了啊，传送带是在这里，机器是在这里，动画盘子是在这里。那么我们这要做的是一个荷包蛋落下来的柔体动画，我们首先就要去做荷包蛋。那么接下来就有两种办法来做这个荷包蛋了。第一就是说，这工程文件这么复杂，我不想在这个工程文件里操作，那我可以新建一个工程。我在这个新工程里面呢，做好我们的荷包蛋，做好以后呢，然后我们再复制到我们原来的这一个王同学给的我们的工程文件，这第一种办法。第二种办法呢，就直接在王同学给的这个工程文件里面进行操作。那我们这里就讲讲第二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大家直接用就好了。第二种办法才是我们这里的重点。我们首先要介绍一个新的东西，就是 CD 的层系统。层系统就在这里 ，layers。那层系统有什么用呢？它能很好的归类我们的这些数据，而不破坏这数据的结构，就像把这数据丢到文件夹里一样。那么我们这里其实想专注看的区域呢，其实就是中间这个区域，因为中间这个区域呢是荷包蛋产出的地方，其他这东西我们都不想看到，因为它会给我们制作产生一些干扰。那我们怎么隐藏其他的区域，只留下中间的区域呢？那我们把中间这区域显示出来。首先我们有个罩子，是吧？还有一个盘子，然后呢中间这个区域呢还有一个这样子落下来的鸡蛋。好，现在我们就需要把这三个东西，动画盘子、罩子还有里面这个鸡蛋，把它单独显示出来。其他这东西呢我们都不想看到。那么这里我们在这个图层系统 layers 点这里右击新建一个新图层。好，我们双击这个图层改个名，动画部分。然后呢我们找到我们要独显的区域，比如说动画盘子，你把动画盘子点下这个方块，然后点下加到新图层，加到动画部分里面。然后呢我们还有掉下的鸡蛋，点这里加到新图层里面。还有我们的鸡蛋罩子，点这里加到新图层里面。好，这样我们把我们想要的东西加到图层里面以后呢，我们可以单独显示这个部分。怎么单独显示呢？这里有个 S 就是 solo， 跟这个是一样的，单独独显。我们这里把这个点一下，它就单独显示了我们这些层的东西。可以发现，它只显示了我们这个鸡蛋和我们的盘子，但是没显示我们的罩子下面的东西。那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罩子下面的东西，这些子集的东西它没有列到这个图层里面，看到它的颜色没有变，这个是一个蛋层的东西。因为 CD 你把它的母集进入了图层里面，但它的子集还是不会进入的，所以你要把它子集的东西全部选中。所以你点它的母集，按住中键选中它的所有的内容。我在这里右击，在里面找到 Add to Layer， 加到图层，再加到我们动画部分。这样的话，所有都加到图层里面了。我们这样再独显一下，就单独显示了我们想要显示的区域。
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准备做我们的荷包蛋。那么首先我们需要把这个罩子把它稍微透明化一点，因为看不到里面的东西了。那么怎么把它透明化了？我们点一下罩子，找到我们的这个物体。如果你一直保留这个图层这个区域啊，你是看不到你的所有东西的参数的，因为它不在图层区域里面，所以我们需要把图层区域改回到参数区域 attribute， 这样的话才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默认的状态。我们找到我们想要变成透明的物体，找到这个，然后呢，在 basic 基本里面有个叫 X-ray 大家知道啊，这个 X 光对吧？你把它勾打上，它就变成可以看到里面的内容了。好，这样的话我们再播一下，好，准备工作完毕以后，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制作我们的荷包蛋。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的摄像机是动不了的，因为我们这工程文件它的摄像机呢，它是已经保护好的，然后这个摄像机是没有加入到图层里面的。那么这里我们读显了以后，这个摄像机没有了。如果我们想移动这个摄像机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直接点这个 camera 摄像机，然后呢，我们这里有个 default camera 默认摄像机，你点一下，那么你可以就自主的操纵摄像机了，而不改变之前的摄像机。那么这种荷包蛋该怎么做呢？我们观察一下这个参考图片。荷包蛋呢可以说是一个压扁了的圆形，然后周围呢会挤出一些这种比较扁饼的这样子的图形出来。那么我可以先建一个球，我把这个球的边缘把它挤出来，把它做成类似这种感觉。我们来试一下。好的，我们回到我们之前的工程文件，我这里呢新建一个球。但你建任何东西的话，其实都不会显示的，因为你建的任何东西都是没有在这个层里面，所以你独显的是层，这个东西没有在层里面就不会显示出来。那该怎么办呢？我们把独显关掉，我们找到我们新建的这个东西，我们把新建这个东西呢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层里面，我们再独显就好了。好，虽然有点繁琐，然后因为我们做的荷包蛋只是一个物体，所以这么操作还好。但是当你要这么去新建这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建议不这么操作了。所以这个图层系统呢，当你多了起来的时候，这样其实就是方便大家能管理你的这些物体了。具体呢，到体量更大的项目的时候，图层系统才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我们在基础课里面呢，其实做东西都蛮小的，所以图层系统呢发挥不了特别大的作用。这里呢，只是引入大家这个概念，大家知道 CD 面是可以把东西归类在一层的。好的，我们把这个新建都删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观察一下我们的新建这个球。我们这个球要做柔体动画，按照上节课来说的话，柔体动画建议这个模型的面都是4边面，像这里都是4边面是 OK 的。但是呢，它的顶部是三角形的面，底部呢也是三角形的面，这样可不行。那模拟起来会出现错误。我们这里选中球，我们把它全部改成4边面，那怎么改呢？我选中球以后发现，这里没有变化，是因为你没有把图层模式改回到之前的参数模式。点一下 attribute， 改成之前的参数模式以后，找到球的 object 的区域。它里面有个种类，它默认是 standard 的。你把这个种类呢改成这个 hex， 改了以后，发现它的布线呢全部变成4边形的布线了。看到这全是4边形的面，没有任何三角形的面啊，这个还是蛮神奇的。那么改成这个面以后，再去做柔体的模拟就非常顺利了。那么根据之前的调研，我们这个荷包蛋的大小呢，这个是18的大小，因为之前进了很多测试。然后这个面的数量呢是28的这个细分。我们把这个模型呢给 C 掉。C 掉以后呢，我们要把它压扁，但是大家注意一下，我们坐标轴啊，看到它的 Y 方向的坐标轴它变灰色了，颜色没那么亮。也就是说，王同学给的这一个工程文件啊，他把它的 Y 坐标轴把它给取消掉了。也就是说，你按住 Shift 键在周围缩放的话，这个坐标轴就锁定了，就不会被改变了。所以你可以把它点回来，这样的话就是正常的了。所以这个区域啊，可以方便大家管理你不想被缩放的坐标轴，你把它取消掉，它就不会缩放这个坐标轴了。但是还是都改回来啊。我们在这里点一下，按住 Shift 键往下拖到70%，松开。然后我们用面模式，按键盘上的 UL 环形选择，环形选择一下我们的这一个中间的这个面啊，这里。然后呢，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缩放模式。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按住 Ctrl 键拖动。看看这个绿色三角嘛，这绿色三角就代表我们会同时缩放这个平面的2个轴啊，这2个轴都会跟着一起缩放。我们拖动它，拖，可以看到就被挤出了。一定要按住 Ctrl 键，然后鼠标左击那个小三角，大概缩成200%的样子，200%。好，松开。接着呢，我们再把下面把它压平就好了。那下面压平还是蛮容易做的。我们首先用UL 选中这个面，然后再按 UF。选中这个面，按住 Shift， 同时选中下面的所有的面以后，找到缩放工具，直接拖动我们的这一个 Y 轴，然后要按住 Shift 键，同时拖动，往下拖，把它压平。
但是不要拖这么长，拖成0%就好了。哎，数值0%，这样就压扁了。然后把缩放模式改成选择模式，我们把上面移一下，哎，把它别拉这么厚。那么这里呢，我们观察一下我们的布线按照刚才的说法呢，我们的柔体需要比较好的四边面，但这里的四边面哇都太长了，没有这里这么均衡，下面也是一样。那我们什么办法来改呢？我们直接用切割工具来切一下。我们右击选择环形切割工具 Loop Cut， 选择环形切割工具以后呢，哎，你可以在这里随便点一下。然后呢，它这里有一个 Number of Cuts， 就是说问你是切几刀？我们这里切10刀，那么它会平均帮你算成10刀，哎，非常好用，平均帮你把这根线平均的算成10刀。那么下面的也是一样的，我们用右击选择环形切割工具，然后呢，我们这个也是随便找一个地方给它切一下，哎，然后这个数量也改成10，哎，它下面也变成10个了。然后呢，我们现在觉得这个还是稍微有点厚了，我们再用面模式选中下面的所有的面，还是往上拉一下，稍微拉薄一点。再以后呢，我们需要把这里再切2刀，因为这个的正方面有点太大了，像这上面都是比较细的。那么我们这里还是用右击选择环形切割工具，在这里切一刀，切一刀以后把这个改成2，平均帮我切了2刀，这样就好了。那么这个蛋呢，这样细分也就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直接添加柔体模拟，我们来试一下。我们首先把它放在一个比较正确的高度，把它隐藏到这个里面。然后呢，我们在这个鸡蛋上右击选择 Simulation Text 柔体 Soft Body， 然后呢，我们在下面的盘子这里右击 Simulation Text 碰撞体 Clad Body， 播放看一下。哎，现在这个模拟的结果呢还是凑合我们可以看到它边缘呢出现一些这么样的错误。那么这里就要谈到我们之前所说的动力学的步幅的问题了。我们按住 Ctrl+D， 我们找到 Dynamics 动力学里面的专家设置。它步幅的默认是5，在柔体这个情况下，大家都要用比较高的步幅，这样才计算比较准确。大家可以试试用20，电脑比较好的朋友呢 ，CPU 比较好的情况下可以用35的步幅，我们这里用20试一下。然后下面这有个叫 Max Solver Iteration per Step， 那么这个呢，它其实是一个检测，它会假设模型有很多面数，然后它会检测的时候把你的模型全部扫描一遍，来看看哪里有碰撞之类的。那么这个数值我们也改成20，稍微改高一点。我们再模拟一下，那么当你改高的话，这个就特别卡，哎，看我这就比较很慢，特别碰撞的时候，哇，变得非常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直接选择我们的柔体，我们直接找到缓存，然后 bake 所有，花3分钟，它烘焙完毕。我们播放看一下，哎，落下来没有特别多的这个穿插问题，但是中间这个出现了一些错误。那么也有可能是我们刚才的这个20的数值不够，我们按 Ctrl+D， 我们这个 per step 20呢，我们改成30再试一下。所以大家可以这么重新烘焙。点下这个动力学，首先呢，我们直接清除所有的，然后我们再 bake 所有，等到5分钟，终于烘焙好了。因为我们这个步幅比较长步幅是一个30的步幅，所以比较慢。我再看一下有没有错误，哎，这样就对了所以还是步幅的问题。但步幅越高的话，它的这个模拟就越正确的。我们这个柔体呢，一个最初步的就做好了，但是可以看到有些问题第一，它压的太瘪了，是吧？这个荷包蛋其实是这样子，它是有一点弹性的，不会压的这么瘪。现在这个压的瘪的都没有任何厚度了。我们在下一节课呢，我们要进行非常多的优化，使这一个柔体看上去更像荷包蛋。那么大家呢，在这节课就完成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我们看这课重点，我们这节课首先了解到了图层的概念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Attribute 下面展开，找到你的图层，你可以右击在这里新建图层。然后呢，你要把物体加到图层里面的话，你可以直接点这个小方块，然后把物体加到你对应的图层里就好了。或者右击也有一个 Add to Layer， 也可以加到里面。那么把图层的物体进行读显呢，就是找到图层的面板，然后找到 Solo 这里，点下这个点，它就读显了。当然大家要注意就是大家用这个图层的时候，用着发现你点你的图形这些数值都没有了，所以你需要把它改回到 Attributes 数值这个板块里面，才会显示你最开始的那些参数。那么我们这还了解到柔体的制作关键呢，布线就是要均匀的4边面所以我这里呢就进行了一些切线，把它切成4边面所以它柔体模拟起来才比较好。Hello， 这里是小燕自由。那我们继续优化我们的柔体动画。
我们还是看一下百计，是吧？百计好。那么之前的这一个模拟动画呢，其实本质还是不错的，但是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它是没有厚度了啊，整个这样就瘫软下去了。中间的这个鸡蛋黄呢，应该是挺起来的，不会软成这样子，不然的话，你这鸡蛋就是坏掉了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设置一些柔体的参数，让这个鸡蛋看上去更加真实。那么第一点呢，我们就设置这个硬度，让这个鸡蛋呢，它的这个蛋黄它是比较坚硬的，但是这个蛋白呢它是比较柔软的啊。所以我们要这么去进行一个设置。我们找到我们的柔体的动力学，我们找到 soft body， 在soft body 里面有个叫 stiffness 的值 ，stiffness 就是硬度的意思，它默认给的是0，也就是说整个柔体呢是没有任何硬度的。由于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步幅啊是30的步幅，所以你每次模拟呢修改数据呢，它就会很卡啊。首先第一点我要谈一下，就是说你现在是烘焙了的这个动画，所以你调整里面任何的数值都是不会有任何效果的所以你需要每次调整的时候，你就把这个 bake 动画点 clear 所有的动画，然后再去调才有效果。那么这里呢，我们不这么操作，因为你假设比如说你把这个清除了，你再去调整里面的参数，模拟起来极其缓慢，也看不出这个参数具体是做什么的。所以我建议大家这样。那么这个是硬度，我们可以新建一个文件。那么在文件里面新建一个球，把这个简单的一个场景做出来，然后做一个地面就做一个碰撞体就好了。那么这个我非常的快的可以设置出来，右击新建一个碰撞体 collide body， 让这个球呢变成柔体soft body， 不改成线模式，我们看一下是吧？我们看这个时候我们用的是5的步幅，比较快的模拟。那么这里的话，你就可以顺便改这个值。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一课谈的就是个硬度，它现在是0。比如说我把硬度改高一点，改成10，我们播放再看一下，它就变得很弹，可以吗？变得很 Q 弹。Ctrl 加 D， 把这个数值改高一点，13，看一下，看到它变得比较弹了，对吧？就有时候你模拟调这个数值你发现没有效果，那可能也是它的步幅的问题。你把步幅从5稍微调高一点点，那就可能会模拟出效果这样子，比如说这样就能看出这个硬度什么意思这个 stiffness 我改为0，它就直接瘫软了，是吧？你改高一点，它就变得非常硬。我改成100，那它应该是直接像弹皮球一样可以弹出来了，可以弹所以它形变就会越来越少。那我们这个鸡蛋呢，其实想要的就是中间这个蛋黄它硬度会比较高一点，周围的这些蛋白呢，可能硬度就没那么高所以我们就需要去区分它的蛋黄跟蛋白不同的硬度。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之前的工程文件，找到我们首先要修改任何东西我们首先要另存为一份。我们之前是01对吧？我们这里可以直接点文件，然后点增量保存，它就自动变成02了它是蛮方便的那我们这里该怎么修改这个值呢？我们首先点击这里，点缓存，把所有的缓存给清掉 ，clear all caches， 所有缓存都清掉了。所有缓存清掉以后，这样子，因为步幅我们之前设置30多，模拟起来就特别卡，所以大家要注意这点。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做的就是说，我们测试了一下我们的这个硬度设置成10是比较好的，但是呢，我们想要的是这样子的效果：中间的这一块蛋黄，它硬度呢是10，周围的蛋白呢硬度是0，所以有个区分。那我们这里要引入一个概念，叫顶点贴图。那么大家之前用过这个软选择，应该知道什么意思。软选择，我们使用软选择以后，可以看到这个软选择它成了一个范围也就是说，顶点贴图呢，其实也是这种范围进行区分，用2种不同的颜色呢来区分你的不同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也是非常常用的。它不仅可以区分在这个柔体动力学上，也可以区分材质所以就是说，它的作用就是说给你进行区分，但具体这个区分怎么用，你可以用于各种不同的地方，动力学、材质还有各种模拟都可以用。那我们这里在 stiffness 上面有个 map 贴图，那么这贴图我们就可以用顶点贴图来去区分它的不同的这个硬度。我们首先怎么创建顶点贴图呢？我们首先是用点模式，按住 Shift 加 F12，调出 CD 的秘密快捷键。这里面有很多快捷键，而且很多快捷键呢是不会显示在上面的。你看到有些一线设计师，他这里多了很多这种乱七八糟的快捷键，也是从这里调出来的。我们搜索一个英文叫 Vertex，Vertex 就是顶点的意思。我们找到 Set Vertex Weight， 把这个东西按住不动，拖出来，松开，关闭。那么这个功能就到这里来了，所以可以随时点。那么这个 Set Vertex Weight 设置顶点的权重。我们这里呢，按住 Ctrl 加 A 选中我们所有的点，那么因为我们所有点都要设置这个权重，然后呢，我们再点下这个权重贴图。那么他问你，你是设置多少的权重啊？那么你如果设置成100%，你整个就变成这个亮黄色了。如果你设置成0%，
那么整个就变成大红色了。也就是说，这个贴图是用红色跟黄色来进行这样子的区分的。越红，那么你这个权重就越弱；越黄，权重就越强。我们可以单独选择上面这个蛋黄，让它的权重很大。然后其他的部分我们就不选择，就没有任何权重。然后它执行我们的硬度的时候设置成10，那么只有权重大的地方才会是10，权重没有的地方就没有效果咯，对吧？那么我们这么设置，我们在这找到，我们把这个新建的这个贴图标给删掉，现在没有任何敌人的贴图，我们只选择上面这些东西的点。选择方式你可以用面选择工具还是 UL 选择这个地方选一下，然后再按 UF 按住 Shift 选中上面这一起，我们这里直接点敌人贴图，把它设置成100%。好的，那么可以看到我们上面这个蛋黄呢，就是设置成100%的权重了。周围的这些蛋白就是红色的，权重为0，也就是说100%和0。然后你这个模型旁边就多了一个这样子的权重的这个小图标。然后我们找到我们的柔体，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小图标呢作为贴图移动到我们的这个地方。那么我们这个贴图就被应用到我们的这个10上面去了。那么这个10怎么计算的呢？我们再看这个贴图，这是100%，这是0%。那么10就是10乘以100%，那么这里的值就是10的硬度，然后这就10乘以0%，那么这就是0的硬度。那么我们这个过程就已经做完了这个硬度的话，这里就会很硬，那么这里就会很软。那我们在重新烘焙之前呢，按 Ctrl+D 调出我们的专家设置，我们这个步幅是30，建议大家把步幅再调高一点，因为我们的硬度有区分区分的时候中间可能产生一些各种乱七八糟的碰撞，可能会出现错误。我这点吧改成35，然后我们再找到动力学，找到缓存，再烘焙所有。又等了3分钟，我们看一下会什么效果。吧唧，这个就好看多了。我们的这个蛋黄呢，它就是坚挺的，蛋白呢还是之前一样比较软。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的顶点贴图，我们看一下，我们这里这么亮黄色就设成100%，红色就是0%其实呢，如果你看到有这种橙色的，就是这个0%到100%之间的一个过渡。我们现在这个过渡是没有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动力学，我们这个硬度10设置了这一个顶点贴图。那么这个计算方式给大家再重申一遍，100%的地方就是100%乘以10，它获得的这个值呢，那么这个区域就是10，周围0的区域就是0%乘以10，那么获得就是0。那么的这个硬度区分呢就很明白了，蛋黄是10的硬度，蛋白呢就是0的硬度。我们就做出了一个这样的效果，觉得还蛮有意思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还会给这个增加另外一个效果。那么另外一个效果什么样的呢？就是我们这个蛋砸下来其实我想要这个蛋白它可能会向外稍微拉伸一点，就是你东西砸下来有一种向外拉伸的感觉。我给大家演示一下什么叫向外拉伸吧。我们还是用一个经典的柔体场景，我们看一下我这里有个柔体球，它是一个这样子的感觉。那么我们找到一个数值叫 rest length，rest length 就是控制物体的放松的体积。如果这个 rest length 它是50%，也就是说这个物体它就变成了原来的一半，变成原来的一半的大小。如果是200%，那就是翻了1倍，对吧？那就原来的1倍大。当然不能改太高，500。看一下，哇，是吧？就会出现问题。那么这个数值呢，其实可以把东西进行这样的拉扯的感觉。那么我们这个鸡蛋，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工程文件，鸡蛋我们想的其实就是蛋白这个部分在落下来的那一瞬间，然后它被拉扯出来了就有这种被拉扯的感觉。那么这个东西该怎么做呢？接下来听的可能有点绕口，大家没听懂也没有关系，听懂了就最好了。我们首先分析一下这个情况。我们首先在落下来之前，我们都是不需要它进行拉扯的，都是想用它原来的这个数值100%，只是它落到这个盘子的一瞬间，这个数值就会发生变化。我们的蛋黄还是100%没有变化，但是蛋白呢，它要从100%要大于100%，就是100%可能变到200%或者变到150%，这样的话它就会向外面进行拉扯。那么要做区分，那我们还是要用顶点贴图。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怎么做这个顶点贴图才会使得这样的效果呢？因为这个效果有点特殊在于在没有接触到地面之前，它们都要是100%，但是呢，接触了以后，蛋黄还是100%，
但是蛋白呢，它要超出100%的值。但是我们的顶点贴图大家知道是只能设置成0到100%的一个这个数值区域，那么这里就要用乘法了。我们知道这个顶点贴图影响这个数值，就是它顶点贴图这个权重的百分比乘以这个数值。那么我们什么样的数值乘以这个百分比会让整体都是100%的这个 resonance 呢？我们可以这么设置。我们首先设置顶点贴图，让这个所有的区域都是50%的权重，50%的是权重乘以多少会是100%的？那么50%乘以200%，就是100%，对吧？所以一开始你用一个权重这里全部刷成50%的情况，再乘以200%，它还是100%，跟原来是一样的。那我们这么设置一下，我们找到我们的这个东西，用点模式，按住 Ctrl+A 选出所有点，记住这里已经有一个权重了，我们还可以再新建一个权重贴图，权重贴图可以无限加的。再点一下，我们设成50%，那么颜色它就会变成一个浅橘色。我们可以把这个权重贴图可以命名，你点一下，它默认叫 Vertex Map， 你可以叫 Rest Map 这可以知道是什么区别之前的这个你可以把它叫做硬度贴图，是吧 ？Stiff， 你或者中文硬度贴图，这个我也改成中文放松贴图。那么我们把我们的新建的放松的贴图就放到 Resonance 这个地方。好的，那么现在这个效果是没有效果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放松的贴图是50%的数值，然而呢，它的这一个数值是200%，50%乘以200%就还是100%，跟原来100%是一样的。但是我说为什么这么设置呢？因为接下来的一步是这样子的，我们接触的这一瞬间，我们想要的是蛋白这个区域，它从50%变到更高的数值，比如说80%。那么蛋白从50%变成80%，那么80%乘以200%的话，那么它的数值就会变成160%。这样的话，它就会进行拉伸，因为超过100%，它就会进行拉伸。这里有点绕，大家一定要这么可能有点听晕。那么我们就怎么去设置这一个顶点贴图的变化呢？现在顶点贴图都是50%，怎么让仅仅是蛋白这个区域变成80%呢？我们点一下我们的顶点贴图，下面有一个叫 Use Fields，Fields 就是这个区域的域。那么域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我们再新建一个文件，给大家介绍一下域是什么意思。接着为一个平面，平面呢，我设置一个比较好的细分，把它 C 掉。记住，你要做任何顶点贴图，这个物体必须得 C 掉，变成可编辑对象。然后做顶点贴图的时候，一定要选择点或者线或者面模式。你用物体模式、用模型模式就创建顶点贴图创建不了的，因为顶点贴图呢是用作于你的点上面的，它每个点会赋予不同的值，所以才会形成不同的颜色，才会形成这种颜色的区分。比如说我用点模式按 Ctrl+A， 然后设置一个顶点为0%，顶点贴图这个点都是0。我们点一下我们新建顶点贴图，使用域。那么它域呢，它默认会形成一个 freeze 你不用管 freeze 就是冻结不用管。它下面有一个 linear field， 你展开，那么它就新建的一个线性域。线性域你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线性的范围。看到这样就可以控制范围了。也就是说这一边都会是100%，这边就0%，所以控制一个范围了，是吧？当然这个域还有不同的形状，你点 field。你看它的种类，它有线性的，还有胶囊状的，各种不同形状的，是吧？非常好用。还有最常用的那个圆形的 sphere 圆形的。那么说到这里，大家就应该明白我们怎么去操控我们这个鸡蛋的不同的这个权重了。我们首先这里是50%，那么这里就要超50%就行。那么可以点一下这一个，我们使用一个域。那么它这里可以使用不同的域的形状，我们该使用什么样的形状只影响到我们周围的这个蛋白呢？比较直接的就是说，我看一下哪个形状可以正好的套用在这里。你可以使用这个 torus field， 可以看到这个 torus 就是像一个蛋白的外圈，是吧？你可以点一下，然后呢，你可以按缩放键，按缩放键的时候一定要选中这个域里面的这个区域，再缩放就对的。可以看到，是吧？这样可以正好的只选中我们想要的蛋白，看到蛋白它就变更黄了，也就是说颜色更黄，它的值就肯定超过50%了，是吧？
那么现在这个黄就是100%的颜色，那我们可以这样子进行，现在这样子区分一下，还是蛮好调整的。只把淡黄给不选中，这样子就完成了。那也就是说，它落下来的这一瞬间，我让它的这个域的范围是这样子。那么在落下来之前，这个域的范围是不起作用的。那好，那是蛮容易操作的。我们回到它接触点的那一帧，大概11帧的样子。那根据你不同的接触点，你自己找你自己接触点的帧就好了。你也可以从0可以这样子预览一下。现在因为我们的这个有点慢，或者你发现预览很慢，你可以这样解决。你按住 Ctrl 加 D， 先把这一个步幅改小，比如说改成10。先看一下它的接触点是在哪里。哇，改10还卡呀，改5吧。它这里有错误没有关系，看哪？好，接触点发现是第11帧，第11帧的时候，我们还是把这改回来，改成35。那这样我们找到第11帧，这里有错误都不用管它。我们第11帧的时候就应用我们这个域的范围。那么你可以在这一个 field 这里有个点，凡是有这些点的都可以设立关键帧，点一下。然后在第10帧的时候，我们不应用这一个域的范围，那就把这个勾给去掉。再点一下，就说当你修改这里面的值你的这些关键帧它会变黄，它会提示你的关键帧被修改了，你是不是要记录？然后你再点一下就记录了。好，我们在第10帧的时候，我们是不需要这个 field 的，是吧？第10帧是不需要的。然后在第11帧的时候，11帧的时候是需要这个的，所以把勾导上，再把这个按下就好了。好，这样的话整体就设置完毕了。我们点下我们的动力学，我们找到缓存，bake 所有的。又花了3-4分钟 bake 完毕了。我们播放看一下，你看到它落下来的瞬间周围这个蛋白正好被拉开了，看见吗？这就比较真实。我们基站动画呢就这样子，终于把它做完了大家对于刚才那个拉伸的那个地方看不懂，反复再看一下然后一定要知道这个动力学它的这个范围和这个数值是怎么算的，是顶点贴图的100%、50%，这个百分比乘以这个数值才是那个生效的数值，一定要记住这一点这个是重点。理解了这个以后再去做就更加轻松了。那这都做完了，我是不是可以把读弦取消呢？是可以的，点 Layer 把这个读弦取消掉，回到我原来的工程，然后点到我们之前这个摄像机，点进去，我们播放看一下。移走，发现一个问题，我们只有前面这一半的动画，但是这里呢，我们还是会想让它掉下来。你可能会觉得，那我直接能否把这个东西直接复制是吧？按 Ctrl 拖出来一份，复制，把它挪到这来，是不是可行？发现你复制了以后第一，你的缓存全部都消失了，而且是无法继承的，所以复制这个办法呢是不可用的。而且你取消读弦以后发现这里加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你每次创建一个域这个创建一个这个范围，它都会新建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在下面。你可以把不要的删掉，比如说我现在创建的只有这个 torus field， 下面这2个是之前可能测试用的，你可以把下面2个都删掉下面2个没有用只有这个 torus field 这一个域在这里大家备注一下。那接下来我们什么办法能把这一个柔体的动画把它能这样进行复制呢？那这里我们要介绍另外一个格式了。那么这个格式是一个能保存动画的模型的格式，叫 ABC 格式。那么它这个格式有意思，就是说它把你的这一个不含动画的模型把它封装起来，变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大的东西。那么这个大东西呢它就不会有这些标签什么乱七八糟的了，你就可以完全的像一个集装箱一样的，你可以随意复制到任何一个地方，这个动画都是跟原来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把它转换成 ABC 文件之前呢，我们首先要把蛋黄跟蛋白把它区分出来，不然等会儿转换了之后你就无法分别于跟蛋黄或者蛋白上材质了，它就变成一个整体了。所以我们在转换之前就把它区分，这样的话才会继承。那么我选择我们的鸡蛋，我们把它读弦，读弦以后呢，我们把摄像机解锁，我们选择面工具 UL 选择这一环，再按
F， 按住 Shift 键选权重上面的，然后呢我们可以选择工具，然后选择设置选区。那么这个选区呢，我们就可以叫为淡黄。当你设置了一个选级以后就可以了。我们回到我们最开始的状态，把独显把它解掉。接下来我们直接在我们的模型上右击，它有一个叫 Bake as Alembic 就保存 ABC 格式。这个 bake 的时间它可能会有点长，你可以停下来休息一下，去玩一玩伸伸懒腰是吧？等它 bake 完毕就好了。好的，等到10多分钟，比之前还要长它这就是新建的一个这样子的文件。看这个文件的图标上面跟之前有点不一样，这个图标有个绿色的这个小方块在这里，那代表这个是 ABC 文件。看到这个 ABC 文件里面它其实输出到了咱们的工程文件夹里面。比如说你这个文件你可以像一个模型一样的，可以用在不同的场景里面。比如说我可以直接新建一个空场景，我可以把这个 ABC 文件它建了一个 ABC 的文件夹，你可以直接把这个文件夹导到里面，我就可以直接变成了一个看没刚才一样的文件出来了是不是很方便？都不要 bake 东西都已经给你搞好了。所以这个 ABC 文件呢，是用于不同员工之间互相交换文件，是个比较好的办法然后回到原来的这个地方，我们既然有了 ABC 文件呢，我们原来的这一个就可以不要了，你可以把它删除，在这里另存为一份，叫03，以便你等会要我回来改，所以然后再把这个模拟的把它删掉。好，我们这里就有一个ABC 文件的这一个小鸡蛋。接下来我们做的就是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循环动画。我们现在移过去，但是一摆帧。我们其实想要的是这个东西移过去是吧？然后到这里，然后这里再掉下来，第50帧再掉下来，其实它可以回到最开始那一帧。其实这一帧跟这一帧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第49帧呢可以让它循环，所以我们把这个值改成49，播放一下，把这个隐藏的给取消掉。现在我们找到这个口这个地方，然后把 X-ray basic 取消掉。我们再播放看一下，掉下来，然后把这个颜色把它给去掉，动画盘子，把这个材质给删掉，把它做的一模一样。我看能不能循环起来？看着循环起来，但是有个问题这里突然闪没了，可以吗？所以我们就需要再新建一个 ABC 文件，这里把这个地方填上来。填上一个这样的鸡蛋，这样就完成完整的循环了。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我们按住 Ctrl 拖出来一份 ABC 文件，然后呢，我们找到 ABC 文件里面的 Object 里面有个叫动画区域，动画有个叫 Offset， 它可以让你这个动画错位。我们把这个动画呢往下拉，错位到这个地方来，错位到正好的第49帧。那么就弥补了刚才这个蛋的空缺。我们再播放看一下，这样它一开始就有这个蛋在这里，是不是这样子就完全像循环了？那么这个整个的循环动画呢就已经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打光和渲染，大家可以把这个就再保存了，按住 Ctrl 加 S。不容易，因为柔体这个东西涉及到很多动力学的这种技术点，然后它有这种很多范围操作，所以像动力学这种项目基本上就会比较贵，因为它里面的模拟和试错特别多然后建议大家，如果这个课程在于刚才这一个拉伸的地方没有做出来也没有关系，因为拉伸这个区呢可能有点难于理解，你只要能大致理解整个的流程，然后知道一些小技术点，我觉得就可以了。还是建议大家能反复观看这个案例，掌握里面的一些细节。好的，那么回顾一下这一课的重点。那么这一课呢涉及的技术也比较多。首先呢，我们柔体呢这一课主要使用的是 stiffness 和放松强度 resonance 这两个。resonance 呢，它能使你的柔体有张力，可以在周围进行拉伸；而 stiffness 呢，它能设置柔体的硬度。stiffness 值越高，那么这个柔体就越硬。我们还重点介绍了 vertex map 顶点贴图和这个刷权重。那么顶点贴图该怎么使用呢？首先，你的物体一定要变成可编辑物体，有点线面的模式。然后呢，你选择任何一种模式，比如点模式或线模式或面模式，选中你要刷权重或者设置权重的区域，比如说我选中这个点，然后找到选择工具里面的 Set Vertex Weight 设置权重，点一下，你设置一个值，它的值是0到100%。比如说我设置是100%的话，那这个点的权重就是100%，其他都是0%，那它就会变成黄色，没有权重的地方就变成红色。
然后呢，我们还了解到，我们可以用域来操控我们的权重范围。那么这个操控方式呢，跟我们的动态图形的域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你需要在 Vertex Map 这个标签这里把这个使用域的勾给打上，那就可以使用了。然后呢，我们还了解到了 ABC 这个格式。ABC 呢，它能保持你的动画，把它封装起来，方便你复制粘贴。转变的方法是右击你的模型，然后找到 Bake as a Lemmic。所以它有2种方式，第一种它 bake 以后呢，你的原本的文件还是在的；第二种呢，它把你原本的删掉，用这个 ABC 文件给替换掉。我们还知道 ABC 文件的动画呢是可以偏移的，找到 ABC 的文件，然后呢里面有个 animation 的 offset， 那么你可以进行它的动画的偏移。Hello， 这里效应自由。那么这节课呢，我就把我们的鸡蛋场景进行一个渲染。那么这个渲染就比较简单了，其实主要是在于配色。因为它有这么多部件配什么样的颜色比较合适？那我们在做之前呢，我们首先还是一样的，点文件，我们另存为一份，这里叫课程起步遭有03，你可以把它改成课程起步遭有，然后你这里04，后面再画一杠，渲染，保存，还是一样的。我们做任何图呢，之前还是找参考，大家不必须要在初学阶段就有找参考能力，只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是怎么思考的。那么我们在做这个鸡蛋场景的时候，我们开始调研那些这样子的，像机器这种小场景。你看它的配色呢，都是比较偏这种朱红色、暖色，然后有一个蓝色来进行一个辅助，其实就是一个红配蓝的感觉像这些都是这样子的。包括我们在基础课里面还找一些其他的参考，都是有一种红配蓝这个色系的感觉。那么这个红配蓝色系有什么科学依据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一个色环，我们的红色和蓝色其实是处于色环上的一个对色状态，也就是说红色跟蓝色是相对的。按对色这种方式来配色，其实是在配色里面非常常见的。那么在配色的情况下呢，还有很多种不同的配色方式都是可以使用的，比如说邻近色配色。那么我红色配这种红色，邻近的配，那当然也是比较和谐的。或者呢，我就不找其他颜色配，我就在红色单独的这一个单一的颜色上去配。你看有这种比较淡的红色，有稍微更深一点的红色，是吧？那么这个是单色系的配色的话，那也是比较和谐的。那么还有各种不同的配色的方式，如果大家对配色感兴趣的话，欢迎在课后再去看一下我提供的这个配色的相关资料，理解一下色彩的原理，这样能方便大家进行颜色的思考。那这里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按照对色来配色，红色对蓝色这2个颜色来配色。如果我们现在选择了用对色配色的话，那就选一个主色。那我们把红色作为主色，蓝色作为辅色。那么主色顾名思义就是说，它占的画面面积就要大一点蓝色的话占的面积就稍微少一点。配色原理说差不多呢，那么我们就开始上颜色了。首先我们设置一下画幅，看画幅是不是我们想要的。画幅呢，我们现在是1280乘以720，也就是说16:9的比例。你电脑比较好呢，你可以改成1920乘以1080。电脑不好的你就用这个1280乘以720就好了，渲染会稍微快一点。然后模式呢，一定要改成 ProRender 的渲染模式。好的，然后呢，我们改到我们的渲染的界面右边可以看我们的这个鸡蛋场景，左边就是我们渲染。那么做渲染的第一步还是场景建好了就构图做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打光，而不是上材质。我们先打光，那么打光的话，我们还是一样的，用一个天光，我们找一下这个，找到 Sky。然后呢，我们上什么天光呢？还是一样的，我们可以上之前前面用的那一个用的最多的那个天光，我们用 PPR 材质上的天光上，双击，打开 Luminance， 把这个反射关掉。Luminance 点3个点，我还是上这个 Backlight 这个天光，这个天光已经用了无数次了，估计用了7、8次了吧，所以大家也明白了，3点打光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好，在很多情况下都能直接使用同一种 HDR， 都是没任何问题。双击进入，然后点示。好的，我们的天光上好以后，我们可以点 ProRender 开始 ProRender 渲染，我们看一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简单旋转一下我们的天空，让这个光照的画面比较有立体感。什么叫立体感呢？现在我们画面比较沉闷，也就是说没有把这些东西把它照的特别比较有层次。那么立体感就是说我需要这里有很多高光，比如说我想要光往这个方向照，那么光这就会有很多高亮，这就形成很多高亮。然后呢，高亮的话，这里就会有阴影，对吧？像这种情况的话，才会把我们的画面照的比较有层次。那么我们可以旋转一下我们的天空，比如说把这个高光转到这里来，你可以这样自己测试
你可以这样看这里，因为旁边的 HDR 里能看得到它的光在哪里，或者你直接输入我提供你的数值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的基础课是对大家没有审美上的要求啊，数值是金手指来了-66，-50，可以看到光照的比较有层次啊，它的光的话就是一个朝这个方向的，哎，很明显能这里看出这里是高亮，然后大家可能觉得这里太灰了，其实是这个材质的问题，不用担心啊。然后呢，现在有点暗了，我们双击我们的天空的材质，找到发光，点进去，把这个曝光改成1.3，稍微再亮一点。灯光打得差不多呢，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上材质了。这个材质是非常简单，就是直接创建一个节点材质，然后改颜色就好了。那么还是回顾一下我们之前的这个颜色理论，我们选择的是红色这个主色，当然可以看到这红色有这么多红，所以这里呢，我一般不会挑这么亮的红，我会选一个稍微偏饱和度低一点的红色，这样呢会使得整体的画面稍微高级一点。那么比如说我选这一个红作为我们的主色，那么我们就新建一个节点材质，我把节点材质就上一个刚才我们想的这一个红色。那么我们这里调整一下这些红色的值，是稍微这个红偏沉一点点。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区域稍微的拉红一点。这里的亮度呢稍微也拉亮一点，差不多一个这样的沙红色。确定。把这个沙红色呢上什么位置呢？我们可以直接上到这一个大块区域上面，比如说这些大机器上面，直接拖到上面去。把这些大机器这里全部都上我们的这种稍微亮的红色，这里就全部上好了。然后呢，当然你的这些区域也能上这个红色，但是我想让这个红色稍微有点丰富一点。比如说我们再看那个色轮，我刚才用的是类似这样子的红色，那么我接下来再做一种红色，那么可能它偏淡一点，再应用到其他地方。那么我们直接按住 Ctrl 拖出来一份，我们双击这个新的，让我们改一下颜色，其实简单把它改淡一点就好了。那么这红色改淡点也是蛮好改的，我们首先可以让它再偏点颜色，然后呢这再改淡一点，再改稍微暗一点点，差不多，好，确定，稍微就淡了一点点。我把这个淡一点颜色呢，我们可以上到这个地板上，然后像这里这个大区，我们也可以上一个这样的感觉。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有一个红色主色的感觉了。接下来我想在这个轮轴这块区域上一个偏红色系的东西。我们再看一下那个配色环，我想再上一个更淡的这个红色，或者偏黄一点的这种红色。我们来看一下。那么我们再 Ctrl 拖出来一份新的，我们把这一个颜色就改得更淡一点就好了。比如说偏黄一点，这再改淡一点，这稍微再改亮一点，确定偏这种淡一点的红色，把这个呢上到我们这个盘子上。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主红色呢就已经上完了，可以看到这种给这种主色感觉已经有了。接下来我们注意一些细节，比如说现在看我们这一个板子，板子它有一种这种接缝很奇怪。我们找到这一个板子，我们找到传送带，然后它有克隆，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平滑标签，它的数值是40，也就是说它可能把这个做的比较像圆弧的感觉了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40减低，比如说改成0，那么这个盘子它就是平的了，就不会有刚才那种奇怪的凸起了这个是要注意一下。我们这些东西也可以上一个红色系的，因为还是在上这个红色的主色。我们看一下，那么我可以上偏黄色一点的因为我这一环其实都已经上完了，这个深一点的红色、浅点的红色基本上都上完了。那么接下来可以上偏橙色一点的，像这些区域我可能上的像黄色一点，因为它是比较临近的颜色，看上去比较和谐，是吧？当然你不要突然选到这边的颜色，那就突然就跳太远了，那可能不太和谐了。所以填一个比较和谐的，比如说上一个稍微亮黄的这个颜色，在这块区域的，还是这样的，拖出来一份新的，我们改偏亮黄一点的。那么我这边偏更多一点了，那么可以把这个稍微搞亮一点，
这个呢差不多，其实就是把它偏做到黄色一点，朱黄色。我把这个颜色呢就上到我们的这一个物件上，然后把这些小地方全都上好。这结构啊都可以上上这颜色，像这些小结构在这里，还有我们这些小管道的这些接口啊，我们也可以上这个颜色，比如说这些接口这里，直接拖就好了。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填哪里是这个颜色呢？这些地方也可以填这个颜色，哎，这里也可以填，下面也填上这个颜色。好，如果你丢这个颜色发现没有变化，你可以找到这个物件，然后展开到下面看一下，好，然后你再精准的上到上面去，是吧？然后再精准的这样上，好，这就全部变成黄色了。好，然后像这种滚轮呢，我也可以用这个黄色配这个红色的感觉，你可以点一下。我找到我们的滚轮，滚轮有2个物件，一个是外面包的这一圈和里面的这一圈。外面这一圈呢，可以上一个偏红一点的，那里面这圈呢上一个偏黄一点的，有点区别，哎，这样比较好看。那么这个黄色系的就先上到这里。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这个管子做成透明的，做成玻璃的。那玻璃的话简单新建一个节点材质，双击它，我们把这一个光的透明的种类从色散改成折射，然后把颜色改成白色。好的，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玻璃上到这些管子上。好，当你上了以后，发现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个管子其实它是有点厚度的，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玻璃呢，感觉是一个完全实心的玻璃。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我把这个删机解锁一下。现在这个玻璃感觉上是一个完全实心的玻璃，而我们想要的是这个玻璃其实是一个薄薄的玻璃，而不是实心的。那么怎么改呢？我们双击我们的材质，展开。材质下面有一个叫 Thin Surface，Thin Surface 也就是说，你这个玻璃它认知上就是薄薄的一个薄壁，没有厚度的玻璃。我把这勾打上，哎，这样就对了，对吧？所以这里要注意一下玻璃这个薄壁的功能。这个薄壁功能其实在很多渲染器都是有的因为玻璃比较特殊勾打完以后这比较正常了。我们再回来看一下，把它的粗糙度减弱一点，因为这个太粗糙了，看不到这些高亮，觉得比较可惜。粗糙度比如说改成5，粗糙度稍微减弱一点。好，那么还有，其实我们这个鸡蛋其实也要上的像鸡蛋的颜色。我们直接找到我们的鸡蛋，我们看一下鸡蛋在哪。就如果你有这么多东西，发现你找不到你想要的东西其实之前王同学已经命好明了，你直接在这里点搜索，然后输入鸡蛋就找到鸡蛋了。调一下鸡蛋是吧？这里有一个，那么你可以上一个偏这种像煮鸡蛋的颜色把它上到上面。然后呢，还有这里有白色鸡蛋，我们可以找到这里，然后我们把鸡蛋呢删掉，再往下找，是在管道里面展开，在这里是我们的这边的鸡蛋，再同样的上一下这样的材质上上去。然后呢，下面还有一个鸡蛋，一样的也上上去。好，那么这所有鸡蛋呢都上好颜色了，所以大家找鸡蛋可以直接在这里搜索，点下这个搜索功能找到鸡蛋。如果你实在找不到的话，你就直接在管道这个里面上也行我只是刚才告诉大家可以用搜索这个办法去找相应的东西。然后我们可以进行微调，比如说你看这里它这个穿插了是吧？这个地面跟这里穿插了，我们把地面往下挪一下。因为像员工之间互相传递文件有时候有些文件可能有点错误，你作为最终的执行者呢，需要把这个错误全部修复，还要进行完善所以我再把它完善一下，往下挪一点。好的，那么我们这个差不多主色已经上完了，接下来我们这个灰色地方就要上辅色，辅色就是我们的蓝色了。我们这里你可以直接 Ctrl 拖出来一份，然后把它改成蓝色那蓝色就比较好改了，你直接这样改就好了
或者你直接输入我这改好的这个数值都是 OK 的。比如说偏蓝一点，饱和度稍微降一点点。所以你看我用的这些颜色都不是大红、大绿、大蓝啊，都是偏了一点饱和度、偏了一点明暗度的啊，这样看上去比较高级。然后这里稍微再暗一点点，哎，差不多这样啊，这种淡蓝色，我们把淡蓝色呢上到盘子上。好，这里呢我们可以上一个稍微再偏暗一点蓝色，我们把这个蓝色再上到这上来，然后这里呢我们再偏暗一点，想要蓝色有更多的层次嘛。我现在上蓝色呢大概是在这个样子，然后我想再上一个这样子的蓝色，稍微再偏暗一点，就使你的画面的虽然是用同色系的，但是颜色的层次稍微多一点。那么按住 Ctrl 拖出来一份，好，改颜色，稍微再偏深一点蓝色这里，然后呢。其他的你可以不用改了，或者你把这个再改暗一点都可以。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调，你就输入这些数值就行了。点确定，那又出来一个比较暗点的蓝色。把这个暗点蓝色呢，可以把它上到这一边，这里。然后这一个东西我也可以上这个蓝色。但是里面呢，这个指针什么的，我们找到这一个物体，表可以把它展开，好，可以缩近点看一下。好，我们现在这个是个灰色，我觉得灰色不好看，这个圆柱体。那我们新建一个白色的物体。好 ，Node Editor 它自动就是白色，对吧？你可以直接把这个拖到这里来，它就是偏白一点的。好，然后还有这个指针，指针的话你也可以用红色的指针。感觉上差不多，我把这个也弄一下。好，然后这里呢。我也想用这个蓝色的，用这个偏深一点蓝色试一下，放这里。哎，就注意了，你看它两个上在一起了，按住 Ctrl 加 Z 撤回。我们找到这个物体，好，所以大家上颜色要小心。我们先找到这个物体，现在它这个物体是实例，实例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实例它不是原本的这个物体，是这个物体的一个克隆体。所以我们找到原本的物体，原本物体是哪个呢？你点到它。是这个物体，所以这个物体实例是这个物体的一个克隆体，它不能修改任何东西。所以我们找到原本的这个物体，然后展开，我们找到胶囊，给它上一个这个蓝色，哎，那么就上到这里来了。然后这个管子呢还是一样的，给它上一个这个玻璃。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玻璃吧。现在我们的玻璃的话有点太像塑料了，我们双击我们的玻璃，想把这个玻璃的 IOR。那个折射度调高，找到 IOR preset， 把这个值调高就好了。比如说调成3试一试，3可能太高了，改成2，2还不错，2的感觉不错。好的，最后呢就是我们的鸡蛋了啊，鸡蛋还是比较好搞的，我们直接找到我们这个鸡蛋。由于我们之前在烘焙成 ABC 文件之前呢，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蛋黄把它进行了一个选集，那么我们这里的 ABC 文件就会多出一个这样子的三角形，这三角形就代表是我之前的蛋黄的选集的这个区域。那么我们只要比如说新建一个材质丢到这个物体上，那这物体呢全都是黄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一个选集拖到这个材质的这个选集的区域这里，看到只有蛋黄是黄的了。那么接下来这个蛋白呢，你就可以上一个白色，放到这里，但是呢，一定要换个位置，因为这个材质的执行方向是这样子，从左执行到右边，也就是说它会先执行白色的，再执行这个颜色，所以它才会叠在上面。如果你弄反了，它先执行的这一个蛋黄，然后再执行的蛋白，但是蛋白执行的是所有的面，所以你要把它反过来啊。你把它看成一个图层相叠的关系，先是蛋白，蛋白上面再叠了一层蛋黄啊，然后蛋黄的选集是我们刚才 ABC 出来的这个选集，那么下面这也是一样的，你可以直接按住 Ctrl 按住 Ctrl， 然后按住 Ctrl 不动拖出来，拖到下面来，然后把这一个选集替换一下即可，那我们的蛋黄也就做好了。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再进行一些优化，因为大部分这个
材质什么都已经上完了。现在基本上我们的这个鸡蛋工厂呢就大功告成了。哎呀，突然收到这个王同学的来信，他说这个传送带下面有一个隐藏的东西哦，隐藏了一个这个克隆。我们按住 Alt 键点一下，打开看一下，哦，原来是隐藏了一些这样的细节。其实在这个员工之间的沟通啊，这是时常有的，因为有时他给你这个文件，它中间可能有些出错，或者有些少跟你说了幸好还是我在做的半路的时候才跟我说的如果你做完了他跟你说的话，那就有点麻烦了。好的，那么继续我们把这个传送带的材质上好就好了。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也上一个蓝色，因为这个地方是连起来的，是吧？地方上一个蓝色，我们找到这个区域，但是由于是克隆的物体不知道是哪一个，我们可以先上一个蓝色，是随便上，比如说上到这里。找一下，发现是在这块区域，我们再往下拖，发现是这一个物体。然后呢，这个上面这个东西我们会上一个橙色，上到上面。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它还有2个扫描的物体我们第一个扫描物体呢，我们可以在最上面上一个透明的颜色，因为它扫描其实是有2层的，好，它2层扫描，给大家看一下。看它扫描是2层，所以我们需要它在它最外层呢上一个这个玻璃，那是下面这个是最外层然后这个内部这层呢，我们上一个白色就好了。好的，那么这个部分也就上完了。那么整个我们的场景呢，这样子就渲染完毕了还是非常快的。因为我们这个整体是个动画，对吧？我们接下来还是渲染第一帧，我们来测试一下画面。我们首先找到设置 Pro-Render。我们找到 Output， 然后设置成当前帧，然后我们不要保存，我们直接点渲染，差不多花了个1-2分钟渲染完了。我们可以简单的后期一下，点 Filter， 点开始我们的后期。我们首先可以把对比度稍微拉一点，但是由于我们这个这个场景比较亮所以建议大家不要打得太亮，稍微对比度拉一点点，然后保护度稍微拉强一点，就差不多了，我觉得。简单的给它微调一下就好，其实不需要特别多的一些处理，把它变得更加的有色彩。改成10吧。好，然后这个偏色呢，其实我们可以不需要给任何偏色，这样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想怎么调怎么调，可以偏点其他颜色。但是我们偏色的话，就会破坏我们之前找的这些对色的感觉所以你可以自己试一下，像这些偏色不过感觉偏红一点还行。整个往红的地方打一点点就好，差不多。校色呢也就简单的这样完成一下。你可以开一个 Tone Mapping， 把这个高亮稍微压小一点，5%差不多这一个微小的调色就这样完成了，看到非常微妙一个校色。觉得这可以了以后接下来我们就渲染动画了。渲染动画的方式也是一样的。现在我们是0到49帧，之前已经卡好了。我们注意一下，按 Ctrl 加 D， 我们现在这个帧是25帧每秒。然后我们点设置，我们输出的时候看输出的帧写成30帧了，不对，我们现在也改成25，改成25以后呢，然后我们是输出从第0帧到第49帧，从0到第49。输出格式保存为 MP4 格式。然后点3个点，保存到我们的早餐工厂。我们可以新建一个文件夹，渲染输出早餐工厂动画01。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 Pro-Render 的设置，在 Offline 里面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迭代次数，现在迭代次数100有点太低了，我们改成300。同样的，建议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渲染然后明天早上一起来就能看到了。然后我们直接点这一个渲染就可以。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的重点。我们首先了解到了这个对色配色红对蓝红色作为主色，蓝色作为辅色。当然你也可以是蓝色作为主色，红色作为辅色。然后大家对于配色感兴趣的话，可以在 B 站直接搜索色彩理论，就有很多相关的视频，大家可以拓展进行学习。
那么呢，我们还了解到了一个薄壁的这个概念 ，thin surface。那么它能将玻璃变成薄薄的一层。我们在玻璃这个里面有个 thin surface，你把它勾打上就有那个效果了。